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明明已经离开很久了，可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突然想起。更奇怪的是，当你疯狂思念一个人的时候，对方有的时候真的会突然出现，甚至只是突然在你脑海里闪过，可是就在不久后，你们竟真的联系起来了。这是巧合吗？还是人与人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连结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少有人真正看透的事。也许思念根本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，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能量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这句词我们听了800年，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它背后的能量。元好问当年听古雁的人说，一对大雁中，其中一只被射杀后，另一只竟在高空中盘旋悲鸣，最后直接撞地而死。那一刻，情不再是浪漫的诗句，而是一种能让生命超越求生本能的力量。人为什么会思念呢？那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缠，真的只是心理作用吗？还是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一直在牵引着我们？小时候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很多人都忘不了黄蓉的扮演者翁美玲，那种灵动俏皮的模样，好像让人相信世间存在着纯粹而永恒的爱情。可后来现实却给了所有人沉重的一击，翁美玲最终因为情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那时我第一次开始怀疑，人真的是自己情绪的主人吗？还是我们其实只是被情操控的傀儡？李清照有一句词：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文人的感触，但也许他其实早已说出了某种真相。因为精神和物质可能本来就是一性的，李清照的思念未必是虚无的东西，也许是真实存在的物质能量。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，明明隔着千山万水，当你强烈想念某个人时，对方真的会联络你。这种事很多人都经历过，只是大部分人不敢细想。很多人以为时间久了，思念自然就会淡，可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，有些人离开后，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。你明明已经很多天没有想起他了，可某个深夜，一首歌，一句话，甚至路过一个地方，那种感觉会突然重新涌上心头，没有预兆，像有人在胸口轻轻触碰了一下。你开始忍不住翻聊天记录，明明知道那些字已经看过无数遍了，可是还是一遍一遍地往上滑，仿佛想从那些早已冷掉的文字里重新找回点什么。有些人甚至已经结婚了，有了新的生活，脑海里浮现的却还是多年前的那个人。你会突然怀疑，我不是早就放下了吗？那为什么只是想起他的名字，心口还是微微发酸呢？最折磨人的其实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那些早就被遗忘的瞬间。例如一起吃过的一碗面，一句普通的晚安，
下雨天共同撑过的一把伞，一起坐过的车，这些画面都深深地沉在记忆当中。可是，一旦被碰到，就像沉睡的东西突然苏醒。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还爱不爱那个人，你只是突然发现，生命里好像有一部分曾经永远地留在了某个瞬间。最可怕的是，很多思念并不是你主动想起的，而是它自己突然间浮现出来。可是真正经历过思念的人都知道，有些情绪真的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。你有没有试过这样？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，你以为自己放下了，可某个深夜，一首歌，一句话，甚至只是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就又想起了某一个人，对方竟在不久就联系了你，像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两人之间悄悄牵引。这真的是巧合吗？还是人与人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看不见的连结？心理学与意识研究中一直都有类似的现象观察。当两个人产生深刻的情感之后，彼此之间仿佛会留下某种无形的痕迹，即使分开多年，那种连结也未必真正消失。有位离婚5年的女性曾分享，某天下午，她在公园散步时，脑海里浮现了前夫低头微笑的样子。那画面很短，却让她心口突然一酸。她后来说，那感觉很像有人轻轻碰了她心里的某个地方。她没有多想，只是默默在心里说了一句，希望你一切安好。可当天晚上，前夫竟真的传来了短信，询问孩子的近况，时间点几乎同步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开始怀疑，思念真的只是某种心理作用吗？有时候，我甚至想，情更像是一种会生长的东西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时，它就像一株藤蔓，慢慢缠进你的习惯、记忆、情绪，甚至灵魂。你以为自己放下了，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把地上的枝叶剪掉，根还留在心里。这就是潜意识吗？很多思念不是你主动想起，而是它自己浮上来。你明明不想再看聊天记录，可手还是会不自觉地点开。你明明知道不该再想，可夜深人静时，那些画面还是会一遍遍回来。也许真正困住人的，从来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情本身。它让人执着、痛苦、放不下，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情绪反复牵引。很多人以为爱一定是美好的，可人世间大部分的痛苦，恰恰也都来自于情爱。因为情里总是带着我想拥有，我怕失去，我希望你只对我好。于是思念、占有、痛苦、怨恨也就跟着一起出现。有没有更高层次的爱呢？不只是占有，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慈悲吧。不是你必须属于我，而是即使你离开了，我依然希望你过得好。当人慢慢从执着里走出来时，
那种折磨人的思念才会慢慢的松开，因为你不再拼命的抓住，情也就慢慢失去了控制你的力量。所以下次当你再次想起某个人时，也许可以安静地问问自己，这份思念究竟是我在控制他，还是他在控制我呢？我的故事讲完了，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故事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放下，却又突然想起一个人的瞬间？你有没有经历过，当你突然思念某个人时，对方竟真的出现了？欢迎把你的故事写在评论区，也许你的经历正在被另一个深夜失眠的人看见。这里是听风探秘，我们下次见。